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大新闻，真的是引爆了整个金融圈呢。你想想，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就是 SEC 的主席亲口说出这样的话时，那华尔街能不震惊吗？整个加密圈一下子就炸了锅，传统金融的大佬们估计都坐不住了。这个说法听起来简直是石破天惊，对吧？但这到底是板上钉钉的政策方向呢，还是说媒体又在夸大其词博眼球？这事儿啊，就是我们今天必须得弄明白的。好，那咱们就深入挖一挖。先来看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原话又是怎么讲的。说话的人呢，叫保罗·阿特金斯，他是2025年上任的 SEC 新主席。在监管圈里啊，他这个人一直被看作是比较开明的，对金融创新嘛，态度也比较支持，所以他一开口分量就不一样。好，现在这张图就有意思了，他把媒体上那个病毒式传播的标题和阿特金斯主席的原话放在了一起。他实际上强调的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将转向支撑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底层技术，也就是 blockchain 和资产代币化。看到了吧？是底层技术。所以啊，这儿的关键区别咱们必须得搞清楚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货币革命啊，不是说美国要用比特币来代替美元了，完全不是。这本质上是一场技术革命，是要给咱们现在的金融系统换一套更牛的底层架构。那这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了。阿特金斯主席这么看重的资产代币化，这到底是个啥东西呢？说白了，资产代币化就是把咱们现实世界里的资产，你想想，股票、债券，甚至是一栋楼，把它的所有权变成一个数字凭证，也就是代币，然后放到区块链上去。咱们举个例子哈，这样更好理解。比如有一栋商业大楼，一个人可能买不起，对吧？但通过代币化，我们就能把它拆成好多好多的数字股份，这样很多人就能参与进来，一人买一点，就像买股票一样方便。这技术为什么说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呢？因为它有3大好处。第一，实时结算，交易能做到 T+0， 秒级到账，不用等好几天，风险一下子就降下来了。第二，绝对透明，所有权都记在 blockchain 上，谁也改不了，一查就知道是谁的。最后，交易和结算几乎是同步完成的，那中间的系统性风险也就基本没了。为了推动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加密行业死对头的 SEC， 现在态度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背后啊是有深层原因的。经济上，美国需要更高效的系统来降低成本；技术上，区块链、稳定币这些东西都越来越成熟了。国际上呢，你看欧洲、香港都在往前跑，美国要是不跟上，那金融中心的地位可就危险了。所以阿特金斯主席就提出了一个新战略，他管这个叫加密货币项目，核心目的就是给市场一个清晰的说法，把创新拉回美国。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搞个新的代币分类标准，说清楚哪个是证券，哪个不是。第二，给个创新豁免，让新公司有个安全的地方搞实验。第三，跟其他监管机构协调好，别再各管各的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从以前的阻碍创新变成现在主动拥抱技术。阿特金斯主席这段话说的就更直白了，直接点明了监管态度的巨大转变。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去全世界就2个地方想方设法的要让加密货币非法，而现在呢 ，SEC 的态度彻底变了。好，那监管都上车了，这个链上化的未来对咱们普通投资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你想象一下啊，未来你买卖股票可能就跟发个信息一样简单，交易马上完成，你的资产就直接存在你自己的数字钱包里，根本不用通过券商。银行之间跨国转账成本可能降到几乎为0，速度却快了几百倍。这个新世界里，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机会这边，咱们看到了全新的资产类别，更高的市场效率，更低的交易成本。但是风险也不能小看，政策到底怎么走还不完全确定，价格波动还是非常大，而且还得小心那些像咱们开头后的那种故意误导人的媒体报道。
在这种环境下，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保持冷静，别跟着瞎炒，要看长远趋势，而不是短期的热闹。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有长期的打算，把你的资产分散开，而且一定要在合规的平台上操作。最重要的是不断学习，分清楚哪些是真正的行业信号，哪些只是市场上的噪音。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这场金融革命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资产代币化，它到底是能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普惠金融呢？还是说它只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风险游戏？好，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对金融科技的未来也和我一样充满好奇，别忘了点个赞，加个关注，我们一起看更多深度的解析。